入城时，我见到我的妹妹了。她还好吧？还好，和15年前相比，这里的一切都还算好。我师父明日到，所有的一切都按计划行事。好，君子报仇，片甲不留。我在淮南当主簿，拿到第1个月的俸禄，就找了个画师，画了这6个人。那是我逃亡的第7年，我真怕我自己会忘了这些人的脸。要想灭掉整个虎贲，必须先杀了这6个。蒲逆川，前盛19年，他作为严凤山的斥候，潜入铁幕，被困之时却迟迟等不来援军。严凤山将他视为弃子，自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。他的生死我知道。魏千庭，此人藏得很深，至今不知所踪。7年前我遇到过他，可是现在他已经埋在南尾沟的芦苇塘里了。严凤山，弹压废帝，把持朝政多年，世人皆称其为严皇帝。暗卫之术，严凤山比我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为他身边有这样一个人，灭我刘家那一晚，他也在，但我看不清他的脸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没有找到他的线索。虎贲有很多人都藏在暗处，但此2人是无人不知晓的。青衣负责监察和情报，他手中掌握了许多朝中大臣的秘密。刘子言，虎贲第1号杀手，负责杀人。先从谁下手？当然是我的亲叔叔了。我想杀他很多年了。你不也一样吗？他一日不死，我寝食难安。这一天很快就会到了。停！哎，走。停，打开看看，有没有夹带东西啊？你们几个看起来面生啊？新来的。赶紧走吧，怎么回事啊？
赶紧收起来。这么多，咱们要找什么呀？找9日之前，也就是5月初10日离开京畿的人员名单。这么多，这怎么找？分开找。乔代，你那边？哎，我呢？你随便吧。什么叫我随便呀？哎。你又不识字儿，你闭嘴！我不识字怎么了？不识字怎么了？你随便，你随便，好吧？找到了。你说的那天，一共离京10个人，山南道扬州去了4个。禀康将军，这里发现了可疑之物。这里并没有做改建的安排。咱为啥要查羽林军的出京记录啊？那几个羽林军出宫的第2日，扬州刺史陈珠良就被强行镇杀了。去宣旨的正是羽林军。从长安到扬州，快马加鞭，半日可至。那4个人就是假传旨意的凶手，被灭口了。矫诏是兴师问罪的由头，从居士楼开始，所有人的死都跟封印有关。这羽林军可是皇家的兵啊，谁呀胆子这么大，连羽林军都敢杀？查吧。海兽不到纹，记住它的样子，分开找一找，看一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物件。那我去那边。我那边。老板，这上面是画的个海兽吗？是。哎，他从哪儿来的？你能给我讲讲他的来历吗？ Bu beşten gel. Bu güzel Kaşgar'dan, Jirak okyanlardan, Jirak yerlerden. Beşten gel. 好，停，你不用再说了。当我没人。欢迎。
公子，你今天咋这么好的兴致啊？啊，还跟我喝起酒来了？是不是案子快清了？啥叫清呢？公子，我查了半天，啥也没查着，但是我在那个烧焦的树干里找到个这东西。你说这是干啥的？难道跟那个树着火有关？啥也不是。马肉，你也来了长安这么久，怎么样？还喜欢长安吗？咋突然想起问我这个了？长安跟我想的一样。哎，不对，也不太一样。哎，咱就说啊，你只要有钱，在这儿你就不愁吃喝玩乐。但你要是没钱，你就啥也不是。人呢穿得漂亮，说话也漂亮，可这做事儿吧，好像又没那么漂亮。你想，咱们仨在大漠上的时候，3个人3匹马，放眼望去啥也没有，但我就很开心啊。可是这长安的街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我又总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。这就是长安，就跟这个狗屁案子一样，全是权力争斗，哪有什么精怪呀？都是托词，真相哪有什么真相？哪有什么情感？无非是心被蒙蔽之后的感知。没有真相，只有红薯。你喝醉了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过去5天时间了，你还有一半的时间，你还有时间在这伤春悲秋，说这些莫名其妙谁也听不懂的话。当初就不该由着你的性子让你去查居水楼的案子，现在可好，你查到长孙清头上了。我问你，如果大学士求来的人不能保你，你该如何？你想过吗？不能帮我，就算了呗。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。你们俩要是不喜欢长安了，就走吧，随时。一句话，我俩去把那长孙绑了。你俩要是想走，我给你们筹路费。哎，这公子遇着麻烦了，我们能走吗？阿兄，这把咱当啥人了？这是。人家不愿意留我们，我们走。你说啥呢？你也喝多了。马蓉，站住！马蓉，你真准备走啊？狄仁杰惹上大麻烦了，那更不能走了。我太知道他了，就算我们现在继续跟他纠缠下去，他多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。总之，咱们先暗中观察，要做及时雨，他才能更知道咱们的好。走吧。哎，萧劲呐，出去被抓了。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啊？哎，我可没带钱啊。父亲，怀英，去吧，你的事情还没有做完，去帮我找到他。
真相。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还根据证据来审他。是啊，这是长孙大人，长孙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吗？被告让开！让开！太尉，要顾及身体呀！还请太尉上马。今日祭祀国柏完毕，你便一言不发，就这样一路负重而行，让我们于心何忍呐！是啊，太尉，您不要再走了。这皇后无事失德，致使上天震怒，殃及长安百姓。这与您何干呐？与我何干？这天火伤及我长安百姓甚重，我作为一国之太尉，你说与我何干？天制有序，有序有礼，长幼尊卑，我以为这是天地伦常，可我面对破坏伦常之政令，没有权力阻拦；面对破坏秩序之人，没有权力绞杀，这才惹怒了天意，招来天谴。我长孙卿对不起这天下百姓，我有罪！太尉，方才见我大唐国柏依旧枝叶茂盛，我深感愧对高祖太宗两位先帝所托。今日我要将这国柏之业交与今上，并督促他严惩忤逆之人。明日我入青龙寺闭关1月，护佑国柏，捐2万贯香烛，日夜长明，为我大唐子民祈福，消除天火，永享太平。没用的，天火还会再降临的。火为离卦，主卦、克卦皆是5，说明天火至少会有5次。那下次天火什么时候来啊？火为至阳，为日相所吸引，3日必生变。自上一次天火烧毁了残舍之后，已经过去了12个时辰，也就是说，2日之后，天火必将降临。那这一次会落在哪儿啊？是不是还跟皇后有关啊？当然，天火第一次烧掉的是皇后最喜爱的梧桐树，第2次，天火引燃了皇后嘉奖过的祭班，第3次，天火烧掉的是替他养蚕的农人。那么下一次，魏氏现在奉皇后之命，在贞观氏族制的基础上编写姓氏录。皇后的私家被列为第1等，长孙太尉，那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姓氏录，这是皇后近年来最大的政举，天下的秩序
必然重置。若天火讨厌天下皆心，那么他便会冲此而来。多少人？是啊。若是天火不再作怪，如何？那就说明根本就没有天火，一切皆是人为，皆是为了嫁祸给皇后罢了。谁这么大胆子敢说实话呀？你想让他们去兰陵坊？是。据我所知，狄斋就在兰陵坊。没有人还会记得一个戴罪之人。在遗忘的地方最安全。我会亲自护您前往的。我不想去了。我留下来。为师，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，生死我也不放在心上。我想留下来亲眼看一看天火。这太冒险了，为师。怀英，不要再劝说了。人呐，终究是逃不出命运的。如果能有一次机会见识一下操纵命运者的真容，值了。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太悬了，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，肯定是长孙清干。狄仁杰，你的剑呢？你说你没有我俩，你可怎么活啊？好马，晚上回去给你加把豆子。怎么样？你让红叔再给我批点钱，我还能把这个院子啊弄得更好。这都是你搞的？我弄的，你不用感谢我啊，你就答应我一个条件，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呢，等这个案子破了，咱再说。你不了解他。你们长安人都这么不识好歹的吗？来来来。谢谢，我想喝水，谢谢。待会儿天黑了，不许点灯，不得喧哗，切记不能让外人知道这宅子里有人。来来，你慢点吃。
这是羽棱剑，铸剑师3指所造的羽龙剑。啊。我乔太若命中注定死于刀剑之下，我宁愿血洒此剑。明晚，在魏氏家中，就靠你我来共同守护了。就咱俩。我虽老矣，但还能战。洪管家，这管用啊！再狡猾的狐狸也有被夹住的时候。你说公子如何知道今天晚上会有雷暴啊？我知道，我就知道，信他就对了。来，公子，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红叔还在那忙活呢。哎，门，哎，晚上就留着。哦，懂了。乔代，那天康之仪的案牍，你们是怎么找着的？没找，马蓉顺手拿回来的。巧了，巧了，可不巧了吗？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有些东西就在你眼前，你却看不到；有些东西你能看到，是因为有人想让你看到。哎，那是看到了，是没看到？
氏？难道居士楼放火另有其人？怎么这么轻啊？够了。我素来与政治无缘，一把年纪只想躲得清静。但我告诉你，在长安城内，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。我已查明真相了。是谁？怀英，有事吗？关于案子，有一点我始终没想明白。什么？康之仪在居士楼杀人放火，造天谴假象。他已经捆住了大门，不想再留活口，可为什么偏偏我活了下来？何解？因为放火的人根本就不是康之仪，对吗？那是谁呢？起火的根本原因是贺大金随身携带的酒壶内的碳石自燃，而那碳石是你放入到贺大金的酒壶里的，对吗？其实你很了解他，你知道他习惯将酒壶带在身边。科考当日，你把碳石装入到他的酒壶之中，因为酒液浸泡，碳石不会立刻燃烧。你精心算计过，你还在酒壶的底部钻了一个小孔。大约2到3个时辰之后，酒流干，碳石便会让贺大金在考场之上自燃。你破坏科举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你没有算到的是，今年的科举增设了监察，酒壶不再被允许带入考场。为了防止贺大金提前喝完壶中的酒，你还在酒壶嘴上抹了黄连。所以直到我们到了居士楼，你的天火才着了起来。机关算尽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。贺大金是我的门徒，又是我的笔将，我是为什么要害他？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，难养也。”此言差矣。夫女子纵然骄纵，男子待之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海涵其性，称为君子乎？今上对女性的包容，在你眼中却成了阴阳倒错的懦弱。若不是我偶然看到的太子所作文章上你的朱批，我也实在揣测不出你的动机。你对武后的恨，不亚于长孙卿吧？
他还有立场的牵绊，还有你死我亡的顾忌，仅仅因为她是女子，你的恨比长孙清更甚。你有什么证据？3考之后，你一直尾随着我们，到了曲水楼。这是我在现场发现的，你们用来捆缚书简的皮绳。卫士，我真的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贪食性不稳。我实在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燃烧，但我想过了，若是在考场内，有10分作用；若是在考场外，也有5、6成。但我万没想到，它居然会在腰后的老巢燃烧，作用100成，连老天都在帮我。你为何要逆天而行？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你可曾有考虑过他分毫？你的天火成了，然后给马下毒，在马灯上做文章。这云铁脚铐是你推荐给万年县令的，灭了我的口，也推给长孙清。哎呀，你很聪明，但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个妖女在这么一场大的阴谋，日后大唐若是在她手中，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。你年轻气盛，一心成事，但心就意味着变，意味着乱，意味着断头流血，意味着剑拔弩张。怀英，你不怕吗？公平、繁荣，这是我看到的改新的结果。就算害怕，也值得一试。卫士，回头吧。我说过，人终究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。开始！你就算查出了我，又能怎样？只要反对妖后的人不灭，天火就不会熄灭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烧死他。